從國民甜妹到多賽道領跑者，譚松韻2026年事業爆發的必然邏輯與行業價值解讀。在競爭愈發激烈、審美不斷更迭的中國電視劇市場，能夠穩定輸出、持續進階的女演員始終是稀缺資源，而譚松韻正是這一稀缺樣本中極具代表性的一位。從青春校園劇出道，到橫跨古裝、都市、現實主義與年代題材，從觀眾原型演員成長為具備主流獎項競爭力的實力派，他的上升路徑並非偶然，而是一次次精準選擇與長期積累的結果。2026年，多部重點作品集中亮相，使他迎來了事業結構性爆發的關鍵節點。代表作持續破圈，穩定輸出，夯實90後收視女王基本盤。譚松韻真正意義上的全民走紅，始於2016年的青春校園劇《最好的我們》。她飾演的耿耿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完美女主，而是更接近真實青春狀態的普通女孩。該劇豆瓣評分高達8.9，被業內視為國產青春劇的分水嶺之作，也為她奠定了高共鳴度演員的核心標籤。2019年，古裝甜寵劇《錦衣之下》播出，譚松韻在其中塑造的袁今夏，兼具市井氣與正義感，與任嘉倫形成強烈互補的角色張力。該劇長期佔據微博電視劇榜單前列，她也憑此角色斬獲第29屆華鼎獎中國古裝題材電視劇最佳女演員。2020年的家庭成長劇《以家人之名》則成為其演藝生涯的重要轉折點。李尖尖這一角色溫暖而不懸浮，情緒表達細膩克制，使她成功打破甜寵女主的類型固化，並由此獲得白玉蘭獎、金鷹獎等主流獎項提名。獎項與平台認可，從流量認可到行業背書的躍遷。在隨後的幾年中，譚松韻並未急於追逐話題，而是持續深耕現實主義題材。憑借《以家人之名》《向風而航》等作品，她多次獲得華鼎獎、金骨朵網絡盛典等獎項肯定。2023年，她獲首屆 CMG 中國電視劇年度盛典最具突破女演員，被視為主流平台對其轉型成果的集中認可。2024年，又憑借《我們這10年》入圍第32屆中國電視金鷹獎最佳女主角，完成從高人氣演員到主流評價體系穩定成員的跨越。業內制片人普遍認為，譚松韻的獎項路徑具有罕見的連續性，她的每一次提名幾乎都建立在角色完成度和劇集社會影響力之上，而非短期熱度。戲路升級，打破外形限制，實現多題材穩定駕馭。在轉型階段，譚松韻有意識地選擇與自身外形形成反差的角色。職場劇請叫我總監與你比星光美麗中，她飾演的檸檬季星強調專業能力與自我成長，成功塑造新一代職場女性形象。航空題材劇《向風而航》裡，她挑戰女飛行員程瀟，體態、氣質與情緒表達均顯著突破娃娃臉標籤，實現口碑與收視雙贏。而在年代勵志劇《我的山與海》中，她更是完成一次難度極高的表演挑戰。角色方婉之橫跨30年人生階段，從貴州山區少女成長為上市公司創始人。為貼近人物，她專門學習貴州方言，調整肢體與語速，被業內視為其演員天花板級別的一次嘗試。2026重點作品集中爆發，從潛力股到確定性王牌。1. 春晚首秀。2026年恰逢譚松韻本命年，她首次登上央視春晚舞台，在四川宜賓分會場亮相。節目融合地方酒文化與地域特色，既強化其四川籍身份認同，也顯著提升國民層面的熟悉度與好感度。2. 年代劇《我的山與海》登陸央視。該劇改編自梁曉聲小說《我和我的命》，確定登陸 CCTV1黃金檔，並由優酷全網獨播。業內普遍認為，
該劇是譚松韻衝擊主流獎項的重要籌碼。3. 古裝權謀劇《蘭香如故》，未播先火的《蘭香如故》改編自何燕珊小說《蘭香園》，譚松韻一人分飾沈佳蘭與許蘭香，完成身份、階層與心理的多重切換。騰訊視頻預約量突破300萬，被稱為古裝版狼人殺。4. 仙俠劇《逍遙》，已播出的《逍遙》中，他飾演的逍遙從事警刑角色成長為悲情核心人物，情緒層次複雜，劇集登頂貓眼熱度榜，進一步鞏固其劇集穩定器地位。專家與業內視角，多位電視劇策劃人指出，譚松韻的核心競爭力在於3點：一是觀眾信任度高，2是角色完成度穩定，3是商業與藝術風險可控。在當前市場環境下，這種確定性比短期爆紅更具價值。作者評論：譚松韻的成功並非靠某一次爆紅，而是建立在長期自我修正之上。他沒有急於擺脫標籤，而是通過角色自然升級完成轉型。這種路徑在當下浮躁的行業環境中顯得尤為稀缺。網友熱評精選：他不是最耀眼的，但永遠最耐看。雙引號，每次看他的新角色都能感覺到進步。雙引號，不靠炒作，作品自己說話。雙引號，市場價值與商業維度，從高好感女主到安全型投資對象。在當下影視行業整體趨於保守，平台對風險控制極度敏感的背景下，譚松韻的商業價值呈現出一種極其罕見的穩定結構。廣告代言層面，它並非以流量爆破型著稱，卻長期被品牌視為低風險、高轉化的代言人。食品、快消、家電、生活方式類品牌對它的青睞，核心並不在於粉圈數據，而在於3點：觀眾對其個人形象的信任度極高，負面輿情極低，輿論風險可控，角色形象與現實氣質高度統一，不易產生品牌割裂感。一位資深品牌策劃人曾私下評價，他是那種不靠熱搜撐代言，但代言反而賣得動的演員。雙引號，在劇集市場，譚松韻已經逐漸形成收視基本盤演員的標籤。無論是央視、衛視，還是長視頻平台，他的項目往往具備一個共同特徵：不一定開局爆炸，但極少崩盤。在當下動輒腰斬、棄劇率飆升的市場環境中，這種特質本身就是稀缺資產。與同代女演員的橫向比較，她贏在生命週期，而非單點爆發。如果將90後女演員進行橫向對比，可以發現一個極為有趣的現象：有人贏在起點，有人贏在話題，有人贏在資源，而譚松韻贏在生命週期。她並不是那種依賴少女感吃紅利的演員，而是通過不斷調整戲路，讓外形成為優勢而非限制。當同齡演員被困在轉型焦慮中時，她已經悄然完成從青春、都市到現實主義、年代戲的平穩過渡。行業評論普遍認為，她是90後中極少數完成非對抗式轉型的女演員。不需要推翻過去，不需要否定原有形象，而是在原有觀眾基礎上自然疊加新的受眾層。這種轉型方式成本低、風險小、後勁長。觀眾結構的變化，從年輕觀眾緣到家庭共看型演員。一個常被忽略但極為關鍵的指標是觀眾年齡層的擴展能力。從最好的我們開始，譚松韻積累的是學生與年輕觀眾，到以家人之名，他進入家庭共看場景。而我的山與海這類年代劇，則直接觸達中老年觀眾與主流審美體系。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他已經不再是只屬於某一代人的演員，而是逐步進入全民演員的軌道。央視黃金檔選擇他，並非情緒性判斷，
而是基於觀眾結構與收視數據的理性選擇。作者深度評論，它的可貴在於不着急證明自己。在一個人人都急着證明我已經轉型，我已經不一樣的行業裡，譚松韻反而顯得格格不入。他不急着撕標籤，也不急着宣告升級，他選擇用一部部作品讓觀眾自己得出結論。這種慢，在短視頻與快輿論時代幾乎是一種反叛，但正是這種反叛讓他的職業曲線顯得異常健康。他沒有突然拔高的危險峰值，也沒有快速下滑的隱患斜坡，而是一條持續上揚、容錯率極高的曲線。網絡輿論與觀眾祝福，不狂熱，但極其長情。在社交平台上，關於譚松韻的討論很少出現極端化語言，你幾乎看不到封神天花板這種誇道失真的詞，取而代之的是更真實的評價。他的戲我會點開看看。雙引號，不擔心踩雷。雙引號，他出現的劇至少不會難看。雙引號，在當下，這是極高等級的觀眾信任。而在2026年春晚官宣後，相關評論區中出現最多的一句話是：“他上春晚好像也挺合理的。”雙引號，這種合理感本身就是多年積累的結果。結語：2026不是巔峰，而是新階段的起點。如果一定要為譚松韻的2026年下一個定義，那它更像是一次階段性確認她已經完成從青春女主到多題材實力派的結構性轉型，確認她具備在主流體系中長期站穩的位置，也確認她的演員生命力遠未觸頂。娛樂圈從不缺一時耀眼的人，但真正稀缺的是能被時間反覆驗證的演員，而譚松韻正在成為其中之一。